莱猪只要进口，台湾就可以打开 CPTPP 大门。民进党政府都在骗人，因为在蔡英文的任内，连去报名都没有。后来，民进党政府为什么去报名？因为中国大陆去报名，所以民进党西洋镜被拆穿了。你根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可是你还满嘴胡说八道，欺骗台湾民众。台湾真的每天就是哇，商女不知亡国恨。看到这2天海南要成为自由贸易岛，我非常的感慨。在马英九时期，台湾就要做这件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民进党拦了下来。人家想要改革国企的决心早就超乎西方社会评估了，但民进党就当作没发生过，每天自嗨，像个大傻瓜一样，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接着奏乐，接着舞。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赵阿航脸书 CPTPP 执委会今年度大会只处理哥斯达黎加的申请入会案两案都被搁置。问题是民进党一直夸口跟我们讲，莱猪只要进口，台湾的 CPTPP 就可以打开大门。但是莱猪吞了潮水，退了 CPTPP， 台湾依然被挡在门外。台湾要加入成本本来就很高，而且台湾的贸易开放程度早就符合 CPTPP， 主要是政治问题。中国大陆是因为它的开放程度没有 CPTPP 那么高，因为 CPTPP 基本上是采用的是西方的标准，所以两岸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之前叫反莱猪就是反美猪，反美猪就是反 CPTPP， 所以民进党这一系列这样操作下来，真的好多镜花水月在。要参加 CPTPP， 因为 WTO 接下来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所以全球才会展开双边的 FTA 或者像多国的 CPTPP， 但它是区域的，它不是全球的。当时 TPP 现在叫做 CPTPP 刚刚组成，只有4个会员国的时候，全台湾第一个关注 TPP 的政治人物就是我就呼吁马英九政府要注意，它未来会非常的重要，而且呢，积极的在大家还没有关注到 TPP 的时候，台湾就要争取参加，但现在已经是无望了啦。我们会犹豫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自由贸易协定，它几乎把所有的商品已经全部免税，包括农产品。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会有自己要保护的，不管是传统产业或者是农产品。所以对台湾来讲，你如何在农产品可以开放全面的自由化，这是一个要做很多的准备功课的，但台湾政府一直没有做准备。到后面你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就是要求所有的会员国都要同意你才能够参加。那么在之前由美国主导，很明显要围堵中国大陆的 TPP， 中国大陆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时候还有机会，可是到后面就更难了。当时要吃了莱猪才能够参加，我就有公开讲，民进党政府都在骗人，因为当时就遇到川普嘛，川普最讨厌全球化自由贸易任何相关的协定，因为在蔡英文的任内从来没有去报名啊，就民进党政府连去报名都没有报名。当时外交部还特别发新闻稿说我郑丽文胡说八道，他就是没有报名。后来民进党政府为什么去报名？因为中国大陆去报名了。对，我们在中国大陆报名了之后就被拆穿了西洋镜啊，说什么我们吃莱猪就可以参加 CPTPP， 你连报名都没有去报名，你根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可是你还满嘴胡说八道，欺骗台湾民众。那中国大陆的报名，全世界你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刮目相看，因为以台湾这种已经高度成熟发展的工业国家，我们想要寻求的是全面的贸易自由化。但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有多少国企啊？中国大陆有多少的农业需要保护啊？难道中国大陆真的敢参加 CPTPP 这种高门槛的自由贸易协定，全部自由开放，再也不保护了吗？这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表示说中国大陆是有决心的，它不像美国跟西方所指控的说中国大陆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大陆一天到晚透过补贴来保护他们的国企。但是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气魄跟信心，那就表示
人家想要改革国企的决心是已经早就超乎西方社会的评估了。所以其实大家对中国大陆的理解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中国现在为什么加入 CPTPP？ 西方一开始的解读是玩假的，台湾的解读是中国来乱的，为了要挡台湾所以去加入。可是中国近几年来在各个产业方面的一些深化的改革，第一个国企最近市场化下岗潮很凶狠，然后像农业的部分比如说像是大蒜，中国以 49.4 的土地面积种出全世界上 73.2% 的产量，而且行销全欧美。我们以为中国的农业还是小农，好像事实上也不是完全这样。还有你一直说补贴但是 BYD 其实靠的就不是补贴比亚迪现在大杀四方，11月份卖了 50.68 万辆，出口也达到 2.8 万辆。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要吹对岸，其实我们看到 CPTPP 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在准备的任何动作，可是你看到对岸是各个产业各个方向都在深化，都在做。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些专业幕僚们还是挺有远见的而且也的确都有提早去面对他们很可能面对的挑战。我看到这2天海南要成为自由贸易岛，我看了我非常的感慨，在马英九时期台湾就要做这件事情，结果硬生生的被民进党拦了下来，然后民进党就当作没发生过这件事情。那民进党从来没有面对整个的国际局势，台湾面对的挑战做任何的事情，台湾就只有听美国的话。在这种情况底下，事实上台湾的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所以相对于中国大陆用非常惊人的速度跟意志力在向前迈进，甚至于说人家内卷的实在是很不像话的时候，台湾真的每天就是哇，商女不知亡国恨每天不知道在干嘛每天自嗨啦真的是这样，对，每天自嗨。结果李显龙访问中国大陆，而且让华裔黄循财接班，而黄循财呢上台之后呢，他更是不遗余力的展现他亲中的立场，公开的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请大家永远不要看衰中国。所以当西方社会说中国大陆现在内部经济问题很严重年轻人下岗的问题等等等等等等的，但请问那你们自己国家的问题不严重吗？哪一个西方的国家问题不严重？美国自己的问题还不够严重吗？所以过去不是中国崩溃论吗？对，又是什么中国七块论吗？我觉得身为地球村的一份子，你不要见不得人好嘛，你好我也好，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非要搞得大家都不好，愁眉苦脸，每天非常的焦虑呢？新加坡讲过太多次了，你们不要神仙打架，我们所有的人都日子难过。那为什么一个长期亲美立场的新加坡在这个时候都毫不忌讳的表示亲中，而且应该用一个更健康的方式去看待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就，去改善中国大陆跟国际社会的关系，才是全人类之福。因为人家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软实力，是傲视全球的，不止大家看到的马龙，不止大家看到的清华小学霸，而是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展示出了他们的软实力了。而这个恐怕是在20年前、30年前的台湾人很难以想象的，但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实。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然的话我们永远自欺欺人，只会让我们傻乎乎的像个大傻瓜一样，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接着奏乐，接着舞。